大家好，今天呀是中秋佳节，首先祝朋友们中秋快乐，阖家幸福。今天的节日啊，我来值班。刚才去安装一块电表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手电钻呀总是打滑，不能上螺丝了。现在呢，我就把它拆开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呢先把顶端这几个螺丝拆开，看看这个电钻头能不能拆下来。这种充电的手电钻还是头一次拆，对于它的内部结构啊一点也不清楚。拆卸完这4个螺丝之后啊，它呢就是一个套，但是呢这个电钻头啊还是下不来。那就接着拆侧面的螺丝，先把这个充电的电池啊给它拿掉。在确定拆不掉这个电钻的头部之后，只能呢拆着手电钻的这个侧面的螺丝了。好在侧面的螺丝啊也不是太多，只有6颗螺丝。把它拆掉啊，看看到底这里面是一个怎样的结构。螺丝拆完之后呢，还是打不开。这个小东西做的还是挺紧凑的。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啊，发现电钻的头部这儿啊已经有裂纹了。顺着这道缝呢，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把这个手电钻呢分成了2个部分。最后呢，发现放电池的这儿啊有2个小小的贴片，把电钻的左右2部分啊紧紧的连在一起。我用片口钳呢把这2个贴片给它拆下来，这时呢这个电钻就可以打开了。里面其实很简单，一个控制开关，当然它的这个开关还是可以调正反座的。最底下呢是一个直流电动机，上面呢就是变速和电钻的夹头部分。但是这个电钻的故障啊应该在前面这一部分，就好像汽车的离合器失效一样。我轻轻的把这个电机啊给它拿下来，发现里面有很多齿轮，这应该就是它的变速器。一拆到这个程度啊，心里就有点发懵了。记得小时候啊拆一个相机，拆是拆开了，最后啊都上不上了，结果呢导致这个相机就报废了。我想把上面的这个齿轮啊扣出来，结果一扣啊，里面啊还有更多的齿轮，这一下是真有点懵了。这个小东西怎么这么多齿轮啊？但是前面这一部分依然是卸不开，看里面还有更多的齿轮。其实这个机械也是很神奇的，一个直流电机通过层层变速，然后呢传递到这个电钻的夹头。我一看呀，还是算了，先把它上再说吧。我用一个小镊子把底下的这个齿轮先上好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呀。一些大型的变速器大概也就是这个结构吧。装配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一些耐心的。现在呢，真有点后悔把它打开了。没有办法，只能一层一层的上吧。你看这一上又掉了一个齿轮。我呢用一个小镊子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齿轮扶正，给它放到原来的位置，然后呢再把这一层给它上好。把这一层盖板盖上之后啊，发现怎么也上不敷。打开以后呢，看这个齿轮又掉下来了。这次呢光上这个盖板就好上了。扣上之后呢，在这个端盖之后还有3个齿轮。这3个齿轮呢中间有一个大的齿轮，是连接电机的。先把这3个齿轮啊给它上正了，最后呢把它们连接好。最后呢费了9牛2虎之力啊，终于把它上好了。电机的中心是一个内齿轮，然后呢拨动这3个外齿轮。这3个外齿轮外面有一层大的内齿轮，反正看上去是很复杂的。把电机和夹头连接好之后啊，剩下的事就简单多了。把它固定到这个塑料外壳中，然后把所有的开关呀给它安装好。最上端呢是一个调速开关，它呢有2种转速，就是高速和低速。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呀，可能这个手电钻原来就没有什么故障。当这个开关调整不到位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这种电钻的夹头打滑的现象。只要调整一下这个开关，把它在高速或者低速推到位就可以了。现在真是后悔为什么要拆开它呀，当时看看开关这儿就好了。不过组装这个外壳啊，还是比组装那些齿轮要简单多了。在对这些塑料壳进行复位之后啊，
就可以把上下盖之间的螺丝给它紧好。在这个电钻的后面还有一个透气的黑色的塑料，可能是散热用的。我们把它安装好，最后再对所有的螺丝进行一个紧固。在电池壳这儿把这2个夹片给它安装好。组装完成之后，我们上好电池，打开开关之后，确实感觉这个夹头有劲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调节力度的这一块已经失效了，也不再拆它了，就这样凑合用吧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先录制的这一段视频，发现这个手电钻确实是没有故障，它呢就是这个调速的开关没有吹到位。当它在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齿轮呢不能有效的咬合，因此呢造成了这种故障现象。看来今天是白忙了半天了，自己给自己导演了一场乌龙事件。